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2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蛇口再次来到了建仓区域，阿哲还是老问题，如果在175没有买入，181也没有买入，那么194的价格你会考虑买入吗？AMD 回调长下影线，仿包可以作为买点，第一个目标位还是看到166，美股指数也出现了短线看涨信号。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06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一下有关纳指的市场观察，通过防守阴 K 线、纳指浪形以及今天之内的短线支撑和压力位来看待目前的市场，从波段和短线如何去考虑。而了解了指数环境后，我们会来到第2和第3部分关于个股解析。阿哲依旧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PLTR、Coin、半导体指数、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等以上个股标的的短线和波段解析。希望今天的内容依旧能够对您产生部分的帮助和思考。如果您是新同学，阿哲需要提醒一句，您会看到阿哲视频所涉及的标的会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去观看一个长视频，或时间呢不是很充裕，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播放按钮旁边这个三角，点开之后，您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都是阿哲呢一个个去整理的。而点击对应的时间轴，您可以快速跳转到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对您呢能够产生部分的帮助，解决您一定的烦恼。我们先来到第一部分，昨天的这一根阳线，其实作为指数来讲是一个短线的看涨信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种防守阴线的买点。我们近期其实讲过很多次防守阴线，因为它在之前反复出现。什么叫防守阴？一般阿哲是用于在一个上涨趋势当中的一个回调买点。我们会看到，从前期的4浪低点到目前为止的5浪上行当中，它是一个很强势的单边走势，基本没有像样的调整。这种强势的多头行情之下，如果出现了防守阴线，很多时候它代表一种洗盘和砸盘的信号。那么何谓防守阴呢？就是它的最高价格比昨天的阳线是低的，而后它的收盘价格比昨天的阳线的最低价还要低。那么出现这2根 K 线就可以构成防守阴线。防守阴形成之后，你要去小心，它如果真的是出货，那就麻烦了，可能就要调整。所以我们把防守阴的高点作为一个压力，如果股价真的只是洗盘砸盘，那么它会出现很快速的返回到防守阴高点之上，那么将会构成一个防守阴的买点。那么它的一个防守阴高点将会从压力转为支撑，后续价格只要不跌破短线呢，我们认为还会有一个上涨。所以当时这根阳线为防守阴买点，而这根阴线又是防守阴，高点再次突破，是不是转为支撑，而后再次的看涨？那么在后续的2根阴线就不是防守阴了，而在我们本周的这一根阴线，它就是防守阴，它的收盘价比昨天的阳线低点低，而后它的最高价是没有创新高的。那么在昨天我们的盘前解析当中，是不是也讲过这一个买点？防守阴的产生说明阴线高点为压力，而如果它的高点很快被突破，那么这一天则作为短线的再次看涨点。所以昨天呢就构成了一个买点。在这里阿哲要提醒一句，防守阴线不一定非得是阴线，有时候假阳线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看到是纳指的一个日线图表。我们从前期的低位上涨以来，你会发现这个 K 线底下有很多笑脸的出现，每一次的笑脸出现呢，都属于防守阴线，包括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几次防守阴，所以笑脸出现为防守阴。那么你会看到，其实出现的次数还算不少，所以在波段上涨时，以防守阴作为短线买点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每次出现的时候，它有时候是阴线，有时候是阳线，当它的高点只要突破，就可以作为支撑，并且出现短线的看涨信号。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根最新的阳线也就构成了买点。那么第一部分的防守阴，阿哲告诉大家就是短线有买点，而我们的防守位就是前期阴线防守阴的高点作为支撑，跌破将会打止损，而不跌破则持续我们去往上去看涨。第二部分来到纳指的浪形。对于浪形的判断，阿哲依旧关注的是目前为5浪上行。那么5浪上行从空间的角度，是不是之前给过几个目标位？第一个就是0.382一浪的0.382和0.55以及0.618等等斐波那契数列的一个关系。而我们看到的是在0.382的空间上，市场出现了一个调整震荡而后上行。在0.5倍的空间上呢，也出现了一个震荡而后再次的启动。
很巧的是，在每一个压力位附近都出现了防守阴线的产生和突破。那么每次突破呢，都没有再次的跌回到我们的关键的价格之下。所以目前我们的短期观点就是市场已经突破20916.6，而后往上去看，应该看到21289.8，这是0.618它的依浪空间。所以这是接下来短线可以去看到的一个空间的路径。在打掉防守阴的止损之前，在重新跌落20916.6之前，我们依旧往这一个方向去看，这是目前的空间方向。那么通过纳指的浪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判断，这是一个短线的买点信号，以及有对应的止损和目标位，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以上观点则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一个解析。听到这里，如果您是老同学，阿哲依旧希望您能够为阿哲的视频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宝贵的点赞。而假如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在观看完视频之后，阿哲也希望您可以在视频底下留下您一句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建议。感谢老同学照常的支持阿哲的创作。而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阿哲也希望在学有所获的情况下，能够点击一个订阅按钮，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而我们刚订阅的粉丝观众，在一段的时间内也能够去接收到阿哲美股盘前的体验广播。领取的一个方式呢，可以找到我们全网唯一的助教，可以去跟他进行交流，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去咨询。感谢您的订阅、点赞、评论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有关日内的撑压。日内撑压是阿哲每天在美股盘前都会去进行更新的一个点位。这个点位呢，它不只是纳指，也有很多个股，阿哲也会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去一一给到今天交易日中你要去关注的日内支撑和压力点。我们首先看到纳指的撑压。目前你所看到的这个图表，它的左侧就是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所去写到给我们粉丝订阅观众的一个盘前解析了。而我们看到昨天7月23号的一个盘前解析，一般阿哲的盘前呢会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指数的分析，昨天有讲到市场出现了红灯，也出现了防守阴线，所以构成右侧的提前减仓信号，而防守阴的高点如果被突破，则可以构成再次的看涨，或者说把减仓的部分进行重新的买进。这是一个指数环节的分析。而在底下的短线和波段的个股解析跟踪当中呢，阿哲就不再多的去强调，因为其中绝大部分的个股，阿哲今天的视频当中都会再次的去跟踪和分析，所以这里呢就不再去多提及了。第三部分呢，就是关于个股的点位预测了。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这些点位有什么效果？它可以让我们去分析它的短线多空的一个转变是否会有所变化，可以让我们去跟踪短期趋势它的一个延续性。而具体的使用方法就是您可以看一下每天的股价收盘和阿哲所发布的这个盘前的点位它们的关系。如果收盘价高于这个高点的压力，就说明多方是很强势的，当天日内多方占优；反之，跌破了低点支撑，则作为空方占优的信号。那么演化成一个指标就是红绿灯了。在右侧图表是纳指的图板，在日线图板上，它有一些 K 线底下是有一些红灯和绿灯的表示，那么就是刚才阿哲所讲的收盘价和点位的关系。当市场的 K 线为红灯，则说明当天的收盘价是跌破了阿哲给到的支撑，空方占优；而如果当前是一个绿灯 K 线，则说明预测的高点压力是被收盘突破的，说明股价当前为多方占优。那么这一个信号呢，会衍生出几种用法。假如您想要做多，您应该关注某一段行情当中应该是绿灯，而后绿灯持续的。当市场出现绿灯时为看涨信号，而后续只要保持绿灯或者是无灯状态，就属于多方还占优。只有出现红灯 K 线，才说明短线的多方可能会有所改变，空方开始变强。但如果红灯后再次转为绿灯，那么你就开始再次的看多，直到再出现红灯，我们再去减仓或者说防守，而再次转为绿灯，再次去看涨。您如果结合一些趋势类指标，比如说更大周期的上涨趋势当中，去找到一些绿灯的买点是更好的。反之，红灯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跟踪的方式。所以从前期的这一个红灯转为绿灯开始，是不是这一天开始绿灯信号告诉我们多头转强？那么后续只要保持绿灯，亦或者是无灯状态，你就可以作为短线持续的每天跟踪，每天看涨，直到红灯出现，我们知道这一波短线极强的多头趋势在这里有可能会改变。所以红灯的位置一般为减仓信号，这也是为什么昨天盘前说到可以要减仓，因为可能会影响到这一轮上涨了。
而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一个颜色是一个绿灯，在红灯之后右转绿灯，说明什么？说明风险解除，再次短线看涨。所以一般作为明确买卖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信号。所以红绿灯它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买卖信号就是昨天为红灯，而今天为绿灯，那么直接构成看涨的信号。因为昨天空方强，今天直接多方强，就有些物极必反的短线的意思。那反之，如果昨天为绿灯，今天为红灯，那么则说明昨天极强，而今天极弱，那么市场则将容易出现调整，这是一个相对的卖出点或者说减仓点。而现在我们要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点位。今天我们的预测低点支撑是20945.34，而预测的高点压力是21098.53，所以这两个价格为今天关注的对象。如果收盘价突破预测高点，则说明多方的强势在延续，依旧保持绿灯；如果收在这之中呢，说明多方还在保持优势，只是有所减弱，但依旧能够维持看多，是一个无灯的 K 线。假如今天的收盘价是跌破了预测低点，则说明绿灯再次转为红灯，那么就要小心，这里要么形成震荡，要么就有可能会延续红灯，那么出现下跌。所以今天只要不转为红灯，那么我们就保持看涨即可，继续跟踪短线的趋势。红绿灯指标不是为了让你去买到最低点和卖到最高点的，而是去跟踪趋势明显的敏感的转换点。所以这也是阿哲呢每期行情视频当中都会去更新的，个股和指数都会给到的当天关键的支撑和压力，都可以去这么去跟踪，不管是指数还是个股。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可能您还不知道每天如何去获取到我们的这些点位，那么这里阿哲需要相对的提醒一下，您必须得要点击订阅了，成为阿哲粉丝订阅同学，才能够获取阿哲的一些粉丝订阅福利。在确定您已经订阅之后，您可以点击下方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条置顶评论，里面呢有阿哲发布的一条信息，在那一条信息当中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他的 Telegram 的链接，您点击链接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而找到助教可不要不说话，您必须得要发一个领取的口令。大体呢，您可以发一个盘钱给他，他就会知道您是订阅粉丝同学，您需要我们的订阅粉丝福利，他就会告知您如何能够去领取。这里阿哲着重强调一下，我们的粉丝订阅福利可不只有盘前解析、点位预测，我们总共有3重福利。第一个就是刚才所讲到的，第2份福利呢，是我们往常每周都会有内部的直播进阶的知识，会大家去进行分享。所以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您如果想学习更加进阶高端的课程，也可以在找到助教之后去报名参加每周的内部课程。基本每周都会有安排，每周都会有我们公开课程所没有讲到的一些内容，去为大家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分享，相信对您会有一个更明显的提高和帮助。第3重福利呢，就是阿哲对于某一些可能技术分析刚刚接触，那么甚至呢是没有基础的同学，去专门录制的一些入门的视频。如果您确实是很技术分析的小白，那么您可以认真观看这些入门的启蒙的视频，对您应该会有一个更加快速的促进作用。它会比我们的福利2会更加的基础，但是可能更适合您的交易学习。接下来阿哲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课表。我们在本月呢举办了龙头派对做赚钱的股票的一个课程主题，并且分为3中去进行讲解。每一周的课程都会有分为直播和课后的一个回放的一个流程。因为我们很多同学来自于全球各地，所以时差可能会不一样。那么阿哲这边呢，基本上都是香港时间上午10点会和我们团队老师进行授课，所以如果您是能够按时观看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可以跟助教老师去领取对应的回放。而像我们目前的课程已经来到了7月24号，如果您是今天才关注阿哲才看到这一则信息，那么可能之前的视频、之前的直播错过了很多，那么也不用担心，您可以去找到我们的助教老师，可以去申请我们之前本周的2节到3节课他们的回放去观看也是可以的。那么阿哲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在首次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就能够快速的在技术分析这条道路上能够更加明确的去精进，更加快速的去掌握一些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是个股解析。在第1部分当中呢，我们讲了短线和波段上有关于指数的买点、止损、防守，以及如何去跟踪它的一个趋势。那么在明白目前的指数存在了一些买入信号，那么很多个股其实也产生了机会，我们在个股解析当中将会去明确这一点。那么有些前提大家要明白，
就是个股和指数的关系很多时候是息息相关、互相影响的。如果指数出现了买入信号，其实很多个股正常也应该会有买入信号。所以如果你手中的个股目前还在走弱、还在下跌，甚至是空头的信号出现，说明您手中的个股是相对比较弱势的。而假如指数整体环境是看涨的，那么您就不要去轻易找做空的一些标的的方向，那么很容易呢是跟大势背道而驰。所以正常指数如果环境看涨，那么相对的我们个股也应该做短线的看涨的一个交易。那么第一只标的，我们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特斯拉呢，在前期289的位置，我们说有可能产生2浪底3浪启动。那么截至目前为止，产生了比较不错的短线的反弹啊。目前呢，还是只能算作反弹，因为它整体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的收敛区间之内。那么在周三盘后呢，发布了一些业绩，那么相对对股价有所承压打压，市场又出现了一个相对的下跌。当这个下跌，阿哲认为它只是对于短线的影响，对于整体的趋势还未改变，整体还在一个相对的波段的收敛当中。它只有明确选择方向之后，可能大的一个方向、大的一个行情才会产生。而在此之前，我们依旧看一个289.66之上的一个商浪的启动。那么这种商浪的看法之下，每一次的回调是不是更多的要去找到一些买入的机会？那么这波回调呢，它是来到了170天均线受到压制而后产生的，它并没有去有效的在此处去突破。那么在回踩的时候，你要注意底下的支撑有一个310.63和306.63，这个区间为一个支撑区间，这是空间上我们去关注的。另外一点，我们看一下它的短线资金和动能上。现在我们看到特斯拉的日线图表，特斯拉中短期的趋势其实已经有所改变。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彩虹带、这个飘带，它如果是紫色，说明中短期是向上的，是一个看涨的信号；那么黄色的话呢，只是看跌信号。所以当市场处于黄色的一个飘带时，中短期是不太好的。所以股价每一次的上涨以反弹来看待，所以像前期这里它就是一个反弹。那么最近这一波上涨已经有所变化，它把中短期的趋势略微的有所扭转。所以当下呢，你要去关注一下，它能不能像前期这里扭转趋势之后呢，让这一个多头趋势呢开始发上，开始变强。那么只要能够变强，后续的回踩你就可以去找一些回调买点去买进特斯拉。而现在的位置，我们怎么去找到再一次的加仓点？在盘后的下跌已经跌到了4个点、5个点左右。那么这个点位，我们看一下，大体应该也就是飘带附近。像目前紫色的飘带多头的支撑，它其实也就是在315.5、315.9附近，在这里凝结。所以价格走势因为财报的原因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那么这种下跌在这一个飘带上，你就要看一下能不能够产生支撑了。而如果这一波大跌、这一波下跌能把飘带再次扭转为黄色带，那么才要去小心。在此之前呢，就要找趋势上行的回调买点。而从红绿灯的角度来看，前期这里是不是出现了红灯转绿灯，是不是短线买点？那买进之后，其实当下从短线红绿灯来看，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红灯 K 线的。不过今天肯定就红灯了，因为今天它开盘，除非是一个大幅的低开高走，否则今天必然是一个红灯 K 线。但是因为红绿灯它是属于一种短线的一个信号，短线的多空，那么短线的多空遇到了一个波段的支撑，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会以这一个更大周期的一个趋势作为一个参考和一个主要的分析。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330.615，而今天的一个高点压力是338.145。如果今天的收盘价不能够最后收在330.615之上，那么它就是一个红灯 K 线。只是这个红灯 K 线刚好会落在波段的支撑上，我们需要去关注这个支撑上出现了止跌买点。以上呢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在英伟达的一个走势当中，是不是突破了171.09这一个压力位之后，它没有站稳，而是出现了回落？所以当时我们讲过很多次啊，英伟达它目前的走势走到这里，你说为了赚这1、2个点，再次的去买进，在这种位置去开仓，其实是有所风险的。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短线在这里去重新的买进是不太建议去考虑英伟达的。
而波段投资者，你如果之前就持有仓位，那么这一次的回调可能可以作为你比较不错的去加仓的机会。不过在空间上，你要关注 171.09， 因为目前是向上突破而后回来，所以是一个假突破。所以当下呢，你要关注一下它往上能不能去站稳，如果能站稳，才能够往下看到 178.54。所以我们看一下昨天的一些交易信号。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日线图表。目前英伟达是紫色带，所以中期、短期都是多头。在这种多头飘带上，我们一般认为，只要回踩在这种飘带附近有止跌出现绿灯，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些交易信号？而当下就出现了，股价连续的下跌，回踩飘带，而后出现影线，是不是底下 BBD 也是下穿的？那么下穿的 BBD 说明是低点变盘的可能。怎么确定这个可能性呢？它得要高点去突破，那么我们更加能明确。而它的低点则会转为支撑。目前在飘带出现了回踩红灯，而后突破走出来是一个绿灯，所以红绿灯的短线信号，红灯转绿灯本身就作为一种买点，只是这个买点不要买太多，是提前性的试错性买进。它是一个运线，而后又是一个变盘高点附近，并且是170的压力附近，所以这一天作为买点，但是我们更多的一个仓位呢，可以放在后续突破170或突破运线有效之后。你可以继续的去进行跟进。我们看一下红绿灯的一个表现和跟踪。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169.375， 而高点的压力是 172.665， 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是英伟达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AMD。那么相较于英伟达相对的高位，那么 AMD 呢可以说还处于一个很强势的波段，并且空间上呢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的。像之前的这个回调，我们是不是说它是对于 153.194、150.71这两个压力位突破之后的一个回踩？在这个回踩当中出现了一个长长下影线，同时也回补了部分的缺口。那么出现长下影线，而后又有反包阳线，是不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看涨信号？有点类似于当针的走势，短线的当针探底。那么这里呢，我们继续可以认为调整结束，往上启动，看到哪呢？看到 166.19 和 168.56， 这是前期我们给到的下一个压力点。那么压力点未到之前呢，中间就相对还是比较宽松一些的，偏小的压力可能就是前期这一个小高点161附近有一个小压力，这个压力能够过，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到166。正常如果力度足够，应该不会在这里遇阻的，应该要直接突破的。而假如这一波上涨连左边的高点都会有明显遇阻的话呢，就要小心，特别是前期波段买进的同学已经要开始大幅减仓了。那么我们从短线上也去跟踪一下，目前所看的是 AMD 的日线图表，在这一个长下影线回踩到趋势飘带的时候，是不是刚好踩到飘带上，而后又左边有支撑？所以呢，阿哲在盘中是提醒了它的一个支撑点的回踩，而后在盘中呢，其实30分钟就有一些买点出现。当时阿哲盘中在财神频道所讲到的白 K 突破是哪个点位呢？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出现了白 K 的突破？你知道这一波下探是不是探下来底下是有支撑的，而后又有飘带支撑，所以日线有趋势的支撑，而30分钟出现白 K 超跌信号的买进，所以这里呢是可以去有所博弈的。那么昨天30分钟的环带转为了紫带，那么突破之后呢，回踩在这里产生了一个红灯转绿灯，是不是昨天的尾盘30分钟也是一个买进看涨信号？那么当下我们30分钟走势变得强劲，而后日线我们则继续的往上看到前面的黄 K 高点161的压力附近，这里呢要去验证一下它的力度了。正常这里启动真的有效，它应该很快并且果断的去突破左边的高点，而不应该遇阻。如果遇阻就开始要小心。那么绿灯之后我们看一下，那么前期红灯调整后转为了红转绿，所以这里是红绿灯的买点。我们继续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57.325， 高点的压力是 160.773， 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内容就是关于特斯拉、英伟达和 AMD 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在第3部分当中所涉及到的个股标的会比较多，所以阿哲比较多的个股应该就会讲一下短线他们的红绿灯、日内撑压的判定，那么还有它的趋势。更多的我们就会落在Circle的分析上，其他个股可能会涉及到的比较少，讲解的时间会偏短一些，希望大家能够有所理解。我们先看到第一只标的是Circle。
目前所看到是 Circle 的图表，它的30分钟。我们前期在 176.401 附近，是不是说过这里是一个建仓区域，或者说这里是一个重要支撑？它跌破可能要看到143，它不跌破则有机会是上底。那么从这个低点后到现在，它是不是已经走了比较不错的30分钟的一些波段行情？这里上涨走了一波，回调到181附近又走了一波。那么目前的调整，我们说过上期视频阿哲讲过，不要调得太深。而它现在是调得有点深，如果是在灰色块这里止跌，那么阿哲认为这里还有一个五浪上涨，但是它直接跌穿了灰色带，没有产生任何的买入超跌的信号。那么现在这里194作为一个支撑，在7月23号的盘中的时候，阿哲呢是刚开始给到的一个支撑是198，但是他没撑住啊，盘中就跌破了，所以第一个5分钟的试错买点、建仓买点就被打了止损。虽然说日线收盘最后是在198附近啊，但是因为当时是盘中提前的去左侧埋伏，所以呢，当时这里是被打了止损。那么后续阿哲呢也再次更新了啊，198的位置打止损啊，注意了，这个178是写错了，是198。那么198的位置呢，只是止跌了一下就继续破位。那么下一个支撑我们看到194，最后止跌的位置好像是192附近有一个下影线。那么其实在7月23号的盘中已经在174附近出现了5分钟的买点，以及30分钟、1小时都有所买点，所以其实在当时194附近是有满足一些5分钟、30分钟的一些建仓买入信号。而当前在昨天是略微的上涨了2个点，整体不是很强势。如果你是做短线的，那么其实这种位置不太适合去介入，因为短线最好买到一些趋势回调后的一些启动点，这种位置呢只能算是一些左侧趋势还在下跌时你去进行博弈的建仓点，它比较适合波段投资者可能去左侧的埋伏。那么买入之后，那么市场呢再怎么波动，只要没有去跌破194，那么就继续的看向上的运行和在盘中去找趋势走好后的回调买点。而假如194再次被跌破，那么短期就最好不要随便去破。而因为前期的下跌跌得比较强势的原因，所以这一波上涨呢，还是只能先看个反弹。只有后续慢慢走为继续的走强了，扭转态势了，我们再去看会不会真的有一个再次的新高产生。但是目前为止只能先看反弹，因为前期的下跌幅度略微超出阿哲的一个判定，这不应该是一个市浪所应该调整的一个深度，它调的实在有点太深了。而如果这里的194的建仓买入失败，出现了下跌破位，那么方向就很明确，前面的176.401有机会要被再次的测试。而如果这个点位被跌破，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看再次的日线级别的一个5浪上涨，而应该是一个 A 浪的下跌 B 浪的一个上涨，这里应该展开的是一个大的 C 浪的下跌，那个时候你要小心，可能空头才是方向。但在此出现之前，194依旧在这之上我们看多。而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从日线图表上看到 Circle， 我们会发现前期的这一个冲高回落的副线是不是它是个红灯，在绿灯转红灯之后，这一天是风险，那么风险产生，风险延续，而后目前还是没有绿灯，所以在日线的走势当中，绿灯是没有出现的。那么绿灯没出现，则短线多头日线上还是空方占优。底下 BBD 这里是下穿，我们说下穿的 K 线容易是低点变盘，上穿的 K 线容易是高点变盘。当时这里上穿，而后这一天是不是有压力了？这一天下穿，那么低点就应该有支撑。高点变盘 K 线，高点有压力，低点被跌破。那么低点变盘 K 线的确认就是低点有支撑，高点能被突破。所以当前来讲，30分钟虽然构成了我们这一天下跌时的买点，但是日线上呢，其实还没有延续被影响到。目前的日线是一个相对的晕线，不太标准的晕线。我们看一下今天出现绿灯的标准，高点的压力是206.165，低点的一个支撑是198.745，关注这两个数值。今天的绿灯得要突破206.165才行。这是日线上的一些信号，而我们看到它的30分钟。在30分的走势中，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趋势飘带，是不是从前方高位的时候出现了紫色带，转为了黄色带，所以由波段的一个多头转为了30分钟波段的空头，然后股价后续是一直在这当中去波动向下。那么最近这里我们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紫色带，它已经变了？
那么趋势有所改变，整体呢在这里凝结，所以这里应该会有一个方向性的出现，而最后的 K 线在紫色带上出现了红灯转绿灯，所以这里阿哲认为它看涨的一个机会会更大一些。只是因为这个飘带刚形成初期，所以它肯定是不太稳定的，所以它的支撑效果还不能体现，一定要在这里出现股价的持续上行，飘带才会转为慢慢的扩上，这个时候它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容错就大很多，后续哪怕再有什么调整，它其实也很容易延续趋势的走势。所以目前趋势刚形成，希望今天能够延续上涨，否则一旦再次有明显下跌，这里的趋势将会再次的改变为直转黄带，那么趋势有可能就要出现变化了，那么前期的低点就不一定能守得住。当然这些都还没有发生，只是我们要有一些好的和不好的，我们在买进交易的时候不能完全都考虑好的方面，所以前面的位置我们已经去建仓买进了，那么现在我们就等待一下趋势带上的买点能够产生比较好的反应，如果有，那么意味着这波趋势我们的建仓应该大概率抄底也能成功。那么以上呢就是有关于 Circle 的日线和30分钟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PLTR。PLTR 在连续的调整之后，是不是也是出现一个长长下影线，和 AMD 有点像？它也是回踩到了飘带上，然后出现了止跌。但因为阿哲平时比较少看 PLTR， 所以就没有像我们看这个 AMD 那么去常态化的去盯着。所以 AMD 呢，阿哲看到了，但是 PLTR 呢，可能就没看着。所以各位财生同学，您如果手中有彩虹带的话呢，也一样可以去关注。当回调的时候，当彩虹带的宽度有一定的支撑的时候，那么这个地方你可以去在下跌时关注它30分钟的一些买点出现，当时这里肯定也有一些超跌的机会的。那么这一个日线上出现了一个反包，那么出现了绿灯，是不是属于回调飘带之后的日线波段的买点？所以当下我们认为它属于波段的再次起涨点。只要不是后续转为红灯，我们这里保持绿灯无灯，那么就波段继续看涨。那么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51.459， 高点的压力是 158.71，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Coin 呢是没有产生特别明显的启动的，所以它这个股在整体一个资金流向上呢是弱于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已经有启动的信号的个股，所以这个位置要开始注意。它可能在风向上有所变化，可能不是像之前那么被受于青睐。那么个股出现了连续4根阴线的调整，调到了这个飘带上，也算是呢从前面黄 K 以来首次回到飘带上了。回到飘带上有所支撑，有一个小 K 线，整体下跌力度在变弱，那么这个时候则容易出现反弹，因为飘带为支撑，支撑有效，则这里是容易产生止跌阳线的。而如果今天能够出现反包的阳线，则说明在飘带上构成日线的买点，也可以作为启动的点。所以每一次股价如果是上升趋势回踩飘带，飘带的幅度本身又比较大，或者说有一定的幅度，那么基本也要去关注，可能止跌买点就在这附近产生。当阴线的时候，就还不要随便去买。底下呢 BBD 这一天是下穿，所以低点也作为支撑。这个位置它的高点会略微有压力，突破之后确认低点有效，而后看涨。目前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385.665， 高点的压力是 399.26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半导体指数，半导体指数呢是已经跌破了飘带的上沿，而后价格在中轨附近有所止跌，但目前只是一个相对的10日星整体力度呢不强，它是一个假阳线。同样我们依旧在飘带附近关注反包阳线的产生，或者说绿灯的产生也是可以的。我们简单说一下今天的绿灯的判断，低点支撑是 238.89， 高点的压力是 242.23， 关注这两个数值。那么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博通 AVGO， 博通的话呢也出现了一个短线的买入信号，它是不是也在周二的时候出现了下穿？下穿为 BB 变盘，而后变盘的低点刚好回踩飘带，没有跌破。在昨天呢出现了低开高走，是不是飘带内，而后转为飘带上？所以又是一个红灯转绿灯，所以这里呢为波段上的看涨点，它属于回踩飘带，我们再次看涨。
不是每次的回踩飘带都一定能涨，但是我们知道，在趋势的角度上，它只要趋势还在延续，那么每次的回踩飘带都可以作为在波段上相对偏低位的买点。所以这里能不能涨呢？不一定，但是阿哲只能说，这里作为趋势还在维持时，它的一个买点还是比较可靠的。而另外一点就是红绿灯的产生，它是三色转换的 K 线，三色转换 K 线一般来讲，下一根 K 线为判断方向的点。如果下一根 K 线为阳线收阳上涨，那么我们更加确定这里的波段启动点是有效的。所以昨天的博通它作为一个买点，而我们今天如果再次收涨，能把低点的变盘 K 线的高点也能够给收复突破，那么是不是进一步的加仓？所以博通走到这里作为波段的看涨点是 OK 的。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今天低点的支撑是 278.345， 而高点的压力是 289.345，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阿斯麦，阿斯麦在前期出现了大幅下跌之后很多同学呢其实还是想抄底的，但是抄底最好在这种大跌的个股，趋势已经有所破坏的个股，我们最好能够去等一等，等什么呢？等明确的买入信号。比如我们之前所讲的这根下冲 K 线，你要关注它的高点能不能突破，突破是不是低点确认就可以买，或者说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红灯后会不会转绿灯，如果有也可以尝试去买一点，因为绿灯信号呢不能作为最优先级的。好，那么或者说出现了一个蓝 K 蓝 K 为短线超跌，是不是突破也能够作为买点？但你会发现没有出现，而直到现在出现了一个红灯加上一个绿灯，是不是这作为一个相对左侧的买点？因为阳线不是很强势，它是一个红灯转绿灯的买点。目前的阿斯麦开始出现抄底信号，可以作为一次首先第一笔的抄底买进。而同时我们要关注一个点，就是这根均线，白色均线它为170天均线。我们知道一个趋势如果它的均线是向上的，170向上的，股价之前在170之上长时间运行，那么这一个过程当中再次回到我们的170均线附近时，只要不是有效跌破，是不是可以作为中长期回归低位的一个信号？所以这是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的第二根，第二根 K 线低点为支撑，只要不破这个低点，在这附近，在这之上，我们做阿斯麦的抄底买进。而我们昨天绿灯为第一个买点，而后只要今天收盘突破蓝色 K 线高点，则作为第二个买点。所以一笔一笔的阿斯麦，我们可以开始执行抄底买入的机会了。而你的防守位则设置在我们周二 K 线的低点701.189这一根 K 线。我们看下今天的预测值能不能保持绿灯。今天的低点支撑是712.53，高点的压力是724.372，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APL。苹果的话呢，在前期也是回踩飘带出现了一个红灯，而后这一天转的绿灯，是在这一天开始我们说可以看涨苹果，至少从趋势波段上你可以去看涨，只是阿哲不做多而已。那么左侧有一个黄色 K 线，是吧？黄色 K 线呢为一个压力，那么这个压力目前是没有过去的，它呢是有所压力的。所以这波短线交易跑到这里来，要开始有所注意了。它过不去，是不是就要再回到飘带附近去寻找支撑了？所以目前的苹果，它虽然波段看涨，但整体来讲，它的趋势还不算强，一直呢是一个盘整。那么从 BVD 的一个变盘的角度，预测的高点变盘是这一天刚出现上穿的这一天，就是长上影线。这个长上影线为高点变盘，而后确实也没有出去突破，低点也没跌破。当前选方向，高点能够去突破的话呢，我们做多苹果的同学是可以继续看涨的，否则这里它将是一个相对的小高点了。再看到预测值上来讲，从绿灯开始就没有再持续的绿灯了，所以它的多头也是有点弱。看到低点支撑是 211.91， 高点的压力是 214.6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eta 最近的转灯信号有点明显，它呢出现了2个绿灯后，又出现了3色的转灯。3色转灯伴随着这个飘带已经由紫色变成了黄色，所以黄色飘带目前是比较窄，所以它的空头力量是不强的。这里呢一定要快速的去突破，而后让飘带重新转变为颜色。所以 Meta 目前处于一个中期波段，一个面临转势的地方。如果这里产生的是下跌之后反弹受阻，而后回落，这里空方趋势就成了，那么后续将回归的是170天均线去寻找支撑，所以这里最好不要去破坏这个中短波的
一个支撑一个趋势，最好出现是能够在这里向上而后回踩变支撑，那飘带重新由黄而变成紫。目前还行的是它的空头只是刚开始转变，所以力度应该是不强的，这个压力应该是不强的。我们的防守位依旧放在前方蓝 K 的低点，突破蓝 K 作为一个买点，而后目前呢维持震荡，这里只要不跌破蓝 K， 我们就还是保持看涨。从红绿灯的角度，我们看今天的一个红绿灯，高点的压力是 718.953， 低点的支撑是 709.255。那么今天最好是上涨 K 线，因为今天为变盘的方向，它是绿灯红灯绿灯，所以今天最好是上涨的。下跌的话呢，就会相对不好一些。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STR 走势相对疲软一点。前面这根大阴下砸的时候呢，阿哲是有讲过一些日内有出现了一些抄底信号，或者说博弈超跌反弹的信号，但是我们当时说的是什么？只能看一个反弹，因为这个大阴下砸砸得太狠了。所以这一个飘带不一定守得住啊，所以当时说的就是打一个短线，如果你真想玩一个短线就行了，要及时的去走。后续呢出现了一个下破，破了飘带，目前也破了中轨，而且还是红灯，就不要随便的去抄底 MSTR。我们要看一下飘带附近的支撑哪个位置能够有效，有效的支撑不是跌下来之后你就去买，而是跌下来，比如说有长上影线是吧，可以作为一个日内的博弈超跌反弹，但是第二天它又下跌，它没有去仿包，所以这种位置就跟 AMD 呢不太一样。那么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它能不能在这个飘带内走出绿灯，走出仿包。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 400.435， 而高点的压力 418.335， 关注这两个数值。它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前面这一天是低点的下穿，那么低点下穿又被跌破，而且跌破力度很强，所以 MSTR 呢短期时间内不太容易止跌，多头不要随便碰。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谷歌，谷歌目前是出现了一个卖出的信号啊，或者说呢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减仓的信号。前面出现了黄 K， 黄 K 是风险的预警，但不是看跌的信号。黄 K 消失，而后黄 K 的实体被跌破了。当影线比较长的时候，一般就看实体了。实体被跌破，则作为我们决策假阴线的一个离场的条件。如果今天的收盘价能够收阳，重新站上我们的一个黄 K 这个实体之上，或者说高点之上，你可以把之前减仓的重新接回来都没有问题。但如果继续收跌，那么这里是不是继续的波段减仓？从前期的低位出现了红灯转绿灯之后，一路的走出上涨，趋势飘带也在发上，是吧？我们之前在这些位置就已经是波段看涨谷歌，现在呢只能说是走出了顺势而为的趋势。而当下170和整体的中期的波段都是向好的，那么谷歌哪怕有回落，那么也是机会为主，只是你要去找买点而已。我们看到目前依旧是绿灯，何时会红灯呢？今天的预测低点值是 189.255， 高点的压力是 192.43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已经出现了卖出信号，从这一天它是一个阳线的绿灯，然后转为一个阴线的红灯，绿灯转红灯和前期的红灯转绿灯的买点就反过来了，它这里是一个卖点，是一个空方信号，除非在这里后续再次转为一个绿灯，否则的话呢，这里它则作为空方的一个区间。那么我们看到它现在是一个阴线加十日星，有一点运线的关系。那么今天如果能够仿包十日星，其实可以作为再次的看涨，也就是说前面减仓的你可以重新接回来。但这里呢，我们就看一下是否要去做了，因为亚马逊阿哲也只是跟踪而已。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227.69， 而高点的压力是 229.39， 关注这两个数值。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SMCI 在回踩飘带，那么本来呢走势是偏弱的，本来回踩飘带它跌穿了不好啊，但是它虽然不太好，跌破了飘带，但是它在昨天出现了仿包，但它在昨天出现了绿灯，而后是在飘带上站回来了，所以在飘带上出现了红灯转绿灯为买点，飘带上有红灯转绿灯为买点，飘带的买点一般最好的是仿包，而后相对次之的是绿灯。所以今天如果能够有仿包阳线，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再次的加仓买进。而我们的下方是不是下窗 K 线？下窗 K 线为低点变盘，高点突破，今天收阳，是不是也作为一个加仓点买点？昨天呢为第一个买点，后续突破变盘低点高点，则作为再次的二次加仓点。
我们看一下预测值，最好保持绿灯或者说保持无灯。预测的低点支撑是 51.14， 高点的压力是 52.72，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台积电，台积电呢也是一样的回踩飘带，那么出现了红灯转绿灯，则作为飘带的买点，并且这个绿灯呢又是一个比昨天阴线高点高的 K 线，所以它不只是小买点，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相对放多点仓位的一个买点，就跟前面这里红灯转绿灯啊，跟前期这个位置红灯转绿灯，每次回踩到飘带之后出现红灯转绿灯，而后红灯后续也被突破，是吧？这些都还是不错的。说明这个飘带附近代表了一个波段行情强势的时候，它的一个短线的低位，所以在这种低位有反攻，你就可以去尝试去博弈，是 OK 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红绿灯的判定，低点支撑是 238.355， 而高点的压力是 242.475， 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7月2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今天的视频先到此为止，更多精彩视频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